这个重点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哦，但是它就是让佛罗伦斯星变得这么厉害的原因哦。我看到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就快被里面的故事吓翻了，这故事很适合农历7月来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我还蛮喜欢的书哦，人生游戏的赢家法则。如果你看书名，你可能会想说，这该不会是成功学或者是商业学的书吧？不是哦，它是讲灵性的。人生不是一场战役，而是游戏。学会游戏规则就能畅玩人生。其实我也常常觉得人生真蛮像一场游戏的，尤其是很像 RPG game，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玩 RPG 啊。你平常认识的人就有点像 NPC， 你如果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就会给你一个很随机的答案。你问不同的 NPC， 他就会给你不同的答案。如果你一直问，他可能就会懒得理你啊，已读不回了。作者叫做佛罗伦斯星，他是出生在1870年，也就是100多年前的人。对了，这本书是出版在1925年。我自己都很喜欢收集一些百年老书，所以我也还蛮喜欢这一本的。作者呢是一个气质美女哦，而且她是一个画家哦。网络上她的资料比较少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从画家变成一个灵性大师的，但她真的蛮厉害，她写了很多本书哦。他最厉害的点是，很多学生都会找他，请他帮他显化。没错，他有办法帮别人显化哦。知道很多学生啊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会跑去找他说：“佛罗伦斯，请你帮我说一句肯定句吧，救救我啊！”他就会说一句肯定句，然后那个学生很快就会显化他的梦想了。我看到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就快被里面的故事吓翻了。这故事很适合农历7月来讲。农历7月到了，我终于可以合法讲鬼故事了。警告：第一个故事可能会让人非常不舒服，胆小者可以快转到第二个故事哦。就是他说啊，他认识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小时候呢，就常常玩一个扮家家酒，她就很喜欢把自己全身穿黑，披盖着一个黑色纱布，装作自己是寡妇。这个小女生的扮家家酒是装作自己是寡妇，你知道多恐怖？她到长大之后呢，还是很喜欢全身黑 cosplay 一个寡妇的装扮。她的朋友都会觉得她很幽默风趣，以为她是在开玩笑。就后来啊，那个女生跟了一个她非常深爱的男生结婚之后，男生很快就去世了，她就真的变成一个寡妇，然后常常就身穿全黑，披着一个黑色的头纱，悼念她的丈夫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啊？你为什么放下我一个人？超级恐怖的鬼故事，我的妈呀！哦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，你用想象力不断想象的一个画面啊，都会深深烙印在潜意识。那你的实相就必须跟得上这个潜意识。也许不是当天就发生，也许不是隔天，也许不是下礼拜，可是它迟早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平常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尽量往你想要的方向去想哦。这个作者他非常会用肯定句的力量，他真的厉害到他可以帮别人显化梦想。他有超多学生都会跑去找他说：“佛罗伦斯啊，拜托你帮我讲一句肯定句吧，我现在欠了3000元。”例如啦，我现在欠了3000元，再没有钱我就要被抓走了。然后佛罗伦斯就会讲一句话说：“宇宙银行从来不倒闭，宇宙银行从来不迟到，你要的3000元已经在你的银行里面了。”就是类似这样的肯定句，然后那个人马上就会收到一个3000元的进账。有一个女生，她说她非常喜欢 A， 可是她跟 A 一直都没有结果，她就跑去找佛罗伦斯，帮个忙吧，可不可以说个肯定句，让我跟 A 有个结果？然后佛罗伦斯就说这么做会违反灵性法则，但是我们可以帮你的真命天子说个肯定句，你的天选之人从不迟到，一定会在最完美的时机遇到你的。如果 A 是你的真命天子，你就不会错过他，但如果他不是你的真命天子，你也会遇到条件相当的对象哦。说完这肯定句之后，那个女生又认识了 B， 她发现 B 有很多条件是她很想要的，是 A 都有的条件，而且比 A 还更好。她就发现她对 A 的感觉已经越来越弱，已经没有那么喜欢了，越来越喜欢 B 了。后来就跟 B 顺利在一起，原来 B 才是她的真命天子。这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假设你非常执着在某一个异性上面，那你可以试试看这句肯定句，你要相信宇宙一定会帮你配对好，一个锅配一个盖嘛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的真命天子一定会出现，而且会是最适合你的对象哦。他说他曾经认识一个人啊，那个人常常都在去想某一个罕见疾病，那个罕见疾病是很不容易得到的，那个几率是非常小的，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就对那个罕见疾病非常有兴趣，常常去查资料，但是又常常去担心烦恼说啊，万一我罹患这个罕见疾病怎么办？就是很怪很怪的人。但你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就是会怎么创造。所以那个人最后真的就得了这个罕见疾病，然后就一命呜呼了。跟你讲，这本书的前几章都是一些恐怖鬼故事。拍谁？他说啊，生病的人都是在想着疾病，贫穷的人都是在想着匮乏，有钱的人都是在想着丰盛。再来还有一点就是，潜意识是没有幽默感的哦，你跟他乱开玩笑都会成真哦。曾经有一个女士，她是非常非常有钱，但是后来却穷困潦倒，就跑去问佛罗伦斯说，为什么我现在会变得这样一无所有啊？然后他们去想一想，就发现原来是那个女士在拥有很多财富的时候，她常常都在发牢骚，在抱怨她的财富。她那时候都会说，我实在是玩腻这些东西了，我真希望我就是住在一个车子里面就好了。所以后来她就真的住在一个车子里面了，代表她已经没有房产了，只能住在一个车子里面。你在自言自语之中，千万不要乱开自己的玩笑哦，不要说自己很糟糕啊，不要说自己很丑啊，不要说自己没钱啊，一定要常常说自己很棒、很漂亮、很可爱、很受欢迎、很聪明。就是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直觉是你的内在引导哦。当你的人生遇到岔路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，就要听从你的直觉，直觉就会引导你去你该去的地方哦。有一名女士来找我，她说自己全身只剩下8块美元，非常的贫穷，意志非常消沉。然后那个女士就说，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佛罗伦斯就说，听从你的直觉，顺从你的渴望。哦，不是，是听从你的直觉。你有没有闪过一股该做什么事或是该往哪里去的直觉呢？直觉是一种内在的能力或是内在的引导，它会很精准的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。这个女士就说，我不太确定耶，但是好像有一个直觉是很想回家，而且我这8块钱刚好可以付上回家的车钱。那时候这名女士是住在纽约大城市，那她的家是在乡下。她说她的朋友都会叫她不要回家，因为纽约的工作机会比较多，一般人都会继续留在纽约打拼。可是她内心的指引是叫她要回家。佛罗伦斯就说了一句肯定句，他说，无穷的神灵啊，请你为 Amy 开辟富裕之路吧。它是一块强力的磁铁，会吸引神赋予她所有能拥有的一切。过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女士就联络他说，哇，我回家之后奇迹就发生了。我的某某亲戚啊，他非常有钱，他就提供了我一些资源啊，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独立自主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定要听从内心的指引。就算你旁边的人的意见不一定是跟你内心一样的，可是你内心的指引才是真正的指引哦。还有一个重点是，如果你渴望成功，却一直为失败做准备，那你就会失败。但是如果你一直为成功做准备，你就会成功哦。举例来说，有一个人想要找工作，可是呢，他就一直去为了失业做准备，就是去查一些失业救济金啊，要去哪里找那个贫穷津贴啊。他说，那你就是为失败做准备，你就不会找到工作嘛。还有一个故事是说，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妇人就很担心自己没有钱可以买礼物给小孩子，因为圣诞节的习俗就是要送一些礼物嘛，就跑去找佛罗伦斯。他就说，我今年真的没有钱可以买礼物，我是不是就不要过圣诞节了？我是不是就跟我小孩说，今年不过圣诞节了，你们也不用回家了？佛罗伦斯就说，你一定要为了圣诞节做准备啊，你要相信你一定有钱可以买礼物的。你现在就用你很少很少的钱去准备礼物的东西，例如说礼物的包装纸啊，包装的缎带啊，这些都是很小的钱，你可以先准备的。赶快打电话叫你的孩子都回家过圣诞吧。然后那个女士就振作起来了，就想说，我要相信我一定有钱可以过圣诞的。结果很快她就真的收到一笔很意外的收入，刚好就可以买一些礼物给小孩子了。再来有一个重点是说，你要祝福你的敌人或对手。这句话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，那就先讲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男子啊，是在卖机器的，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机器展，那个男生就带着他的机器去销售给客人。可是没想到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，突然有一个对手也有一个类似的机器，然后他就很担心生意会没有，就跑去找佛罗伦斯说，我好怕我机器卖不出去，那我就要回家吃土了，怎么办？佛罗伦斯就说，你要祝福你的敌人，我们必须将恐惧一扫而空。
正确的机器会被正确的买家买走。不要批评对方，你反而要整天祝福他。如果你贩售机器不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也请接受这个事实，另谋他处。但是如果贩售机器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你也会卖给适合你的客人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竞争哦。这个男子就真的开始诚心的祝福对方，开始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把自己的机器卖给需要的人，所以不会有竞争这个问题。结果后来他回到那个活动之后，对方的机器就突然坏掉了，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卖给客人，这个生意就变得非常好，他很顺利就卖掉他的机器了。里面有一句话说，爱跟善意会摧毁个人的内在敌人，那么就不会有外部的敌人了。没错，其实你的每一个敌人，你看不顺眼的人，都是你内在的一块阴影显现出来的外在形象。如果你可以用爱跟善意面对这个形象的话，它就会烟消云散了。再来还有一个重点是，所有的疾病都有一个心理的症结，想治疗身体要先治疗心灵，疾病也是一个内在阴影的外在显现，所以如果只是治疗身体，没有先治疗心灵的话，治标不治本的。有一个女生啊，有一个奇怪的皮肤病，全身的皮肤都非常的不好，那个女生还被陷害，就是她的工作岗位的地方，所以她就被解雇了。她被解雇之后，她就非常非常怨恨，可是怨恨积在心里真的很不舒服，所以有一天她就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原谅这个男生。其实重点是不喜欢那个怨气积在心里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说这个男生真的没错，而是不想要自己很痛苦，所以她就一直想办法原谅这个男生，放下心中的怨恨。她说她花了几天的时间，就真的那股怨恨就突然不见了，他整个人身心就非常的舒畅，皮肤病就突然好了，就突然没有了。所以他说爱是可以治疗你的身体的。身体比较不好的人非常建议要常常去想一些你很爱的东西，很爱的人事物，让你整个身心比较舒畅，身体也会慢慢变好哦。再来有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可能会颠覆大家的认知哦，但是它就是让佛罗伦斯星变得这么厉害的原因哦。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，就是爱的力量。世界上没有恶的力量，没有恶魔，也没有坏人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你的善意而来的。这个观念跟一般人想的会非常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，人就是有分好人坏人，事情也是有好有坏，好像什么事情都一定要二分法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，一定是黑跟白两种。但他说其实没有恶的力量，没有坏的力量，只有爱的力量。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有恨或者是不开心呢？那是因为缺少爱。爱的相反并不是恨，爱是没有相反值的，恨是因为少了爱。这个有点难解释，那就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女士啊，在工作岗位里面常常被安排到跟一个男生合作，可是她觉得那个男生很废，她觉得那个男生工作又不好，然后又很拖拖拉拉的，因为他们是比较类似 sales 的行业，她常常觉得因为跟那个男生同一组，自己的业绩都很差，都被那个男生拖累了。但是后来啊，佛罗伦斯就告诉他说，世界上没有恶的力量，只有善的力量。所以那个男生的存在一定是为了你的所有的好事而来的，他不可能是来扯你后腿的。所以这个女士就回家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，她就决定要相信这个男生真的是为了她而来的，而不是要扯她后腿的。所以她就在心中想说，感谢老天爷让这个男生跟我同组，他一定是为了我们的业绩而来的，他不是来扯我后腿的。他就在心中一直培养对那个男生的感谢之心，结果后来很快，这个男生就有一个朋友跑来跟他们买东西，就帮他们创造了很多业绩，然后这个男生后来就调到别的部门去了，他们两个就再也不用同一组了。没错，当你对一件坏事情转念之后，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很棒的发展哦。结论，到底怎么玩这场人生游戏呢？人生就是一场回力镖的游戏，每一个思想，每一个言语和每一个行为，迟早都会以一种目瞪口呆的精准程度反弹到自己身上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就是因果法则。这本书还有很多很棒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，连结也在下面。我还有介绍很多其他的吸引力法则相关的书籍，在这个播放列表都可以看看哦。我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故事想跟你分享哦，一定要订阅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